冰牢房里关着3个人，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得10万奖金。里面的温度只有4度，他们还要完成高难度的挑战，只要不怕冷，奖金就能带回家。他们换上红色的衣服就开始了比赛。主持人拿来了3大块冰，里面是美味的食物，又拿来了几把工具，谁先吃到里面的食物就能赢得1分。他们开始凿冰块，小特刚打开一个角就咬了上去。白毛说里面的食物都要吃到，他又接着凿，很快白毛拿到了里面的食物，他赶紧咬了一口，白毛拿到了1分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每人1件冰冻的衣服和袜子，谁先穿到身上就能加1分。白毛拿着嘎嘣脆的衣服不知道怎么穿，大伟抱在怀里试图温暖他，而小特竟然光着脚穿袜子，这样的穿法还是第一次看到，下一秒就冰得他嗷嗷直叫。再看白毛已经穿好了上衣，但是他却把袜子套在了手上。大伟赶紧有样学样，穿好的白毛去找主持人，但是主持人却说你那是袜子还是手套？反应过来的大伟又把袜子套在了鞋子上。毫无疑问，小特赢得了宝贵的1分，但是白毛表示不服，你们说这1分应该给谁呢？接着开始第3个挑战，主持人端来了一盆冰水，里面有100颗冰块，3人必须放进去1只手，最后出来的会奖励1分。他们整齐划一的放了进去，刺骨的感觉一下就穿过了全身。白毛只坚持了3秒就把手拿了出来，剩下的2人被冰得嗷嗷叫。10秒过后，大伟再也受不了了，拿出了小特的手。一脸茫然的小特表示不服，他们只能重新再比一次。2个人把手放进冰水里，小特幻想着自己来到了南极，而对面的大伟已经受不了，把手拿了出去。小特又加了1分。接着开始第4个挑战，每人1大块冰块，3个人都有一个大冰块，他们可以随意雕刻，最好看的会加1分。小特用力太猛，冰块裂开了一半，他只能选择小的继续雕刻。3个人手忙脚乱的在凿冰块，暂时还看不出什么造型，但是小特却说他做好了，自豪的介绍做了一个冰墩墩。你还别说，仔细一看还真是一个冰做的墩墩。这时白毛也完成了雕刻，是一辆小汽车。白毛很自信，说这1分肯定归他了。再看大伟，他也完成了。你那是金字塔吗？大伟摇摇头，他说只有点赞的小伙伴才会认得他。主持人看过3人的杰作后，觉得白毛的最好看，所以白毛又加了1分。接着开始第5个挑战，主持人端来了3杯冰淇淋，再加上魔鬼辣椒酱，搅拌一下就给了他们。吃的最快的会加1分。大伟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，起初并没有什么感觉，而小特和白毛却觉得又辣又冰。等大伟吃完以后才发现后劲很大，还给他起了个有创意的名字，辣冰淇淋。这一局大伟赢得了1分，目前白毛的分数领先。主持人告诉他们，最后一个挑战赢的人会加3分，看来这一场就会分出胜负。说完他就端来了3盆过期的冰棍，他们必须光着脚站进去，最后一个出来的会加3分。一声令下，3个人都赤脚踩了进去，冰凉的感觉一下就窜到了脑门，看得出白毛很难受，一直在低着头。5秒过后，他选择了退出。一旁的大伟被冰得嗷嗷叫，只有小特表现得很平静。淘汰的白毛觉得不过瘾，又把冰棍放在了2人的脚上，完全盖住了他们的脚。大伟一直在纠结，看到小特没有退出的意思，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，选择了退出。这一局小特赢了，得到了宝贵的3分，加上之前的2分，现在他的分数排在第1，所以小特可以离开冰牢房，他也赢得了奖金。剩下的2人将继续关在这里。冻得瑟瑟发抖的白毛想到了好主意，他决定自己逃出去。他拿起1块冰就砸向了冰块墙，真的被他砸开了一个口子。看来这个方法很好使，他们继续砸冰块墙，很快就有了逃出来的缺口。2个人赶紧跳了出来，恢复了自由。剪辑不易，点个爱心支持一下作者，感谢。下一个挑战，在水上拔河比赛。3个人被困在积木牢房里，只有完成乐高人的挑战才能获得自由，不然就会永远的困在里面。里面的床是积木做的，就连马桶也是积木组装。3个人既兴奋又紧张。这时乐高人老王分给他们8块积木，让他们戴上乐高手套搭积木，谁先搭完就能加上1分。3个人赶紧开始搭积木，但是戴上乐高手套也太笨拙了，不管他们怎么搭都会应声倒下。最后竟然是大伟首先搭好了积木，大伟得到了1分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老王分给他们每人10盒积木，按照多米诺骨牌的方式让积木倒进盆里，率先完成的加1分。他们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布局，大伟和小特几乎同一时间完成了任务。再仔细一看，大伟竟然作弊了，所以这1分是小特的。老王奖励他一个汉堡，这也是积木做的，除非是铁齿铜牙，不然谁能吃得下。第3个挑战是通过声音识别积木的数量，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。他们晃动着每一个盒子，感觉重量差不太多，在老王的催促下，很快就完成了排序。小特挨个打开他的盒子，只错了1盒，大伟的也是错了1盒。再看白毛，竟然1盒没有错，所以白毛赢得了1分。第4个挑战是晒袜子，只要把袜子扔到2米之外的杆子上，挂的最多的就能加1分。袜子很轻，杆子很远，
所以他们很难完成。扔来扔去，白毛在最后一只时才挂了上去。小特用力扔到了积木上，老王表示这样也算。而大伟就比较聪明了，他把袜子的末端打湿，再把2只袜子系在一起，果然成功扔了上去。看来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所以大伟又加上1分。这时老王拿来一箱积木，最短的时间组装最好看的就能加1分。3个人赶紧撕开了箱子，开始抢零件。小特直接选择了一个乐高小人。1分钟后，老王开始验收作品。白毛拼了一个波波乐，大伟的是简易版的小黑人。当看到小特的人偶时，老王直接生气了：“你这是捡的现成的，哪里有什么创意？”所以这一轮白毛赢了，他又加上1分。目前大伟和白毛的分数一样多，但是不知道会先放了谁。这时白毛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他让小特捶他一拳，然后制造混乱。等老王赶来时，趁他查看伤势时，大伟顺走了他的钥匙。这时老王宣布，白毛和大伟可以出去了。他们没想到这么快，而小特要一直留在这里。大伟在走的时候丢下了钥匙，小特很激动，他决定再待个10分钟离开，就不会引起人的注意。眼看四下无人，小特赶紧打开了牢门，逃跑了。不得不说，小特也太鬼精了。一把勺子能逃出混凝土做的牢房吗？24小时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得1万美金。普通的勺子面对坚硬的混凝土墙壁，破坏性很小，伤害性却很大。要想获得更多的逃生工具，只能让队友帮忙。每打开一个混凝土箱子就能解锁新工具。大壮一榔头下去就砸掉了一大块，四眼举起箱子用力摔了出去，打开了外面的混凝土，再接着砸开木箱子。这还不是小菜一碟，大壮很快打开了木箱子，里面是一把勺子，所以阿伟的新工具是3把勺子的合体。他赶紧在墙壁上试了下，确实好用多了。1个小时后，勺子没有坏，墙壁也没有打开。大壮决定继续开箱，这次的箱子明显大了1倍，工具也变成了勺子。只有完成挑战才可以获得开箱的工具。大壮趴在木桶上，嘴巴里叼着一颗鸡蛋，鸡蛋不掉落，到达终点就能拿到工具。笨拙的大壮还是坚持完成了挑战。四眼这边必须穿过障碍物，一不小心鸡蛋还掉在了地上，他只能重新来过。这一次他非常小心，在大壮的鼓励下，终于到达了终点。2个人拿到了一把石锤，四眼在上面连续砸了10几下，混凝土箱子一动不动。对付混凝土还得是大壮，每一锤子下去，他都要颤上3下，再砸几下。那箱子已经伤痕累累，在四眼的神助攻下，很快就打开了箱子，里面是一节电池。阿伟这次的新工具是电动勺子，不知道是谁发明的，先试试好不好用。他开始在墙壁上打洞，还挺结实，但是电池很快就用完了，也只是在墙壁上留下2个小洞。这时节目组又给他一把大勺子。Here we go。 这么大的勺子能打开混凝土做的牢房吗？阿伟使劲砸在墙壁上，没想到勺子头突然掉了下来，还是中看不中用，他只好用勺子柄继续挖墙。他已经挖开一个凹槽了，虽然很困难，阿伟也不想放弃，于是他加快了速度。4个小时后，勺子柄也断成了2半。阿伟很失落，大壮决定打开最后一个大箱。开箱的工具还是把勺子，想要新工具必须自己去拿。后面是拉力绳，脚下是滑溜溜。四眼冲出去直接被拉了回来。这一次四眼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终于拿到了工具。轮到大壮了，他打算直接滑过去，但是他太重了，砸在地上只会更疼。他又跑了过去，无奈脚下还是太滑，尽管他不甘心，还是被拖了回去。这一次大壮决定一举成功，他跑着滑了出去，终于拿到了工具。他们开始开箱，大壮一锤子下去就砸下来一大块，又一锤子下去，上面的一层快要掉了。不得不说，有了大壮的锤子才是完整的。连续砸了几下，连同里面的木箱子都被砸开了。这次的工具是升级版的大勺子，勺子头做的很厚实，阿伟在上面铲来铲去，混凝土也只掉下来一点点。这墙壁做的也太结实了吧！阿伟加快了速度，那凹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变大。1个小时后，洞口眼看就要穿透了，阿伟也累坏了。大壮决定帮助他，他在里面挖，大壮在外面铲。看来2个人的力气还是比1个人的大。洞口终于穿透了，但是阿伟也钻不出去啊，他们只能继续挖。很快阿伟的头可以钻出来了，身子还是出不去。大壮一生气直接砸开了整面墙壁。阿伟从里面跑了出来，还是大壮有办法。阿伟决定和大壮平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一共用了几把勺子呢？下一个挑战，用一种颜色捉迷藏有多好玩？积木做的牢房有多结实？只有完成挑战才能快速的离开。这次他们要比力气，老王费劲的举起积木做的杠铃，展示他强壮的2头肌。小明很不屑，让他加上2块再举起来。惊人的小力量差点压死老王，2个人费了好大劲才能搬得动。第3个挑战是比手速，在巴掌上挤上奶油，手速慢的就会拍在脸上，
惩罚也是同样的方式，两个人同时开始。小明反应很快，只用了3秒就结束了比赛。白毛很茫然，怎么会输给一个小孩呢？他也受到了惩罚。玩了这么久，小明也饿了，他让老王去拿2片披萨，就会分给他1片。老王觉得很划算，难道一个人吃完它不香吗？看来老王的想法不一般。吃完之后2个人都睡着了。白毛看到老王在上班时睡觉，决定惩罚一下他。除了吃就是睡，你还会干什么？白毛决定炒他的鱿鱼，接着开始第4个挑战。白毛拿来一个玩具，用手中的铁环穿过迷宫，如果碰到铁棍就会发出声音，每人有3次机会。小明开始尝试，很快就失去1条生命。真的有这么难吗？你们玩过吗？小明挑战失败了，白毛决定惩罚他，往牢房里扔很难闻的东西，每一次都没有砸到小明，和他完美的错过了。这时小明准备打开巧克力蛋饱餐一顿，竟然发现里面有一个类似小刀的积木，或许这个可以帮他逃出去。他试图切开牢房的扶手，还真被他切开了，赶紧爬上去，跳了出来，就在白毛的眼皮子底下逃跑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明的这些坏习惯你中招了几个？会被关多久呢？9岁的小明被关进了积木牢房里，还给他列出了5大罪状：吃垃圾食品被关8小时，玩游戏关起来2小时，饭前不洗手4小时，不写作业2小时，不做家务8小时。最终决定把他关进积木牢房24小时。小明表示不服气，你们觉得该不该关他呢？只有完成挑战才能缩短离开的时间，不然就会在里面过夜。如果乖乖听话，那就不是熊孩子了。但是这么大的小人根本打不开牢房，他又把目标转向了看门的老王。你这把配枪不错，能给我看看吗？没等老王同意，他就抢了过来，然后威胁老王赶紧放他出去。幸好里面没子弹，不然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毛孩子身上了。老王准备小睡一会，小明趁机去拿他的武器，被惊醒的老王吓了一激灵。这时白毛走了过来，真是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1名。小明表示他也想吃，想吃的话自己选择吧。白毛准备了4种食物，用瓶子滚到哪里就吃哪个。小明轻轻地松开了手，瓶子停在了巧克力蛋旁边，这运气也太好了，竟然选到了我喜欢吃的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3种奇怪的食物，还有1部手机，如果滚到手机就可以玩上10分钟，选到奇怪的食物就要涂在脸上。小明决定为了手机拼一下，一口气把纸筒吹到了蛋黄酱的旁边，小明只好把它涂在了小脸上。接着开始第2次，还是蛋黄酱，这么邪门吗？不服气的小明开始了第3次，这次终于选到了手机。拿到手机的小明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老王。搞什么鬼？这么近的距离还需要打电话吗？老王果断挂断了电话。剩下的5分钟，小明决定玩会游戏，既然跑不掉，还不如放松一下嘛。接下来是放风时间，老王把他带到了后花园。柠檬牢房和辣椒牢房哪个更舒服？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得1万美金。灰毛被关在辣椒牢房里，4眼被关在柠檬牢房里，只有完成挑战才能缩短离开的时间，不然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。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乖乖配合。门卫拿来2个柠檬，连皮带肉榨成了果汁，足足有1大杯，30秒的时间喝完它就能加上1分，不然就会受到惩罚。4眼表示有点困难，这种浓缩的柠檬汁光是闻一下就流口水了，但是为了挑战，他还是喝了1大口，脸部就像抽筋一样，不但很酸还很苦。再喝1口，瞬间就上头了。4眼挤眉弄眼的酸了一批，说啥都不会再喝了。门卫告诉他还有15秒的时间，4眼一紧张又喝了1大口，喝完就后悔了，我是不喝了，爱咋咋地吧。有这么难喝吗？灰毛决定尝一下，那表情就像中风了一样。你喝过这种柠檬汁吗？评论区分享一下吧。门卫决定惩罚他，制作了一杯更酸的东西让他喝掉。4眼打算歇一下再喝，门卫又拿出1瓶辣豆子，倒在灰毛手上1大把，5分钟的时间让他吃完，就会给他1杯牛奶。灰毛一把塞进了嘴里，嘎嘣脆的同时也火辣辣，他的脸被辣红了。第1次吃这么辣的东西，灰毛焦躁不安，很想喷火。吃完之后赶紧去喝牛奶，虽然很难受，他还是完成了挑战。门卫又拿来1瓶压缩过的柠檬糖果，让4眼含在嘴巴里1分钟，只要不是吃下去应该没问题吧。没想到含在嘴里也这么酸，光顾着说话了，一不小心咬到了一块。4眼又挑战失败了，他的舌头被酸得抽筋，话都不会说了。灰毛这次的挑战是吃辣椒，只吃掉2根就可以了。说的简单，这朝天椒光看外表就知道有多辣。灰毛一口就吃掉了1个，辣的脑门直冒汗，脸通红通红的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另一个怎么都不敢吃了。我很好奇，朝天椒真的有这么辣吗？门卫开始惩罚他，帮他灭火。又轮到了4眼，
他这次要吃一整勺的柠檬酸精，刚放进嘴巴里，刺眼就受不了了，吐了出去，然后冲出牢房逃跑了。估计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吃酸的东西了。恭喜灰毛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柠檬牢房还是辣椒牢房呢？两个小伙被困在冰火牢房里，只有完成门卫的挑战才能安全的离开。挑战失败就会把温度升高或者降低。白毛被关在冰牢房里，大伟被关在火牢房里。冰牢房的温度只有7度，阴森森的四周让白毛瑟瑟发抖。火牢房的温度是25度，加上2个取暖器让大伟热得直冒汗。每完成一个挑战，就会减少1副手铐，谁的手铐最少就能快点回家。门卫拿来100颗冰块，每一颗里面都有1块积木，他让白毛1分钟的时间找到2个一样的积木。白毛把冰块倒了出来，每一个积木都不一样，他来回翻找，1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。白毛挑战失败了，门卫把房间里的温度降低到4度。轮到大伟了，门卫端来一盆60度的沙子，让他45秒的时间找到里面的扣子。大伟在里面来回翻找，虽然很热，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扣子。大伟完成了挑战，他减少了1副手铐，门卫还奖励给他1顶帽子。这么热的天你还让我戴帽子？白毛那边快要冻死了，你不戴的话可以让给我呀，热死我也不给你。白毛只能干着急，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。门卫拿来5种冰淇淋，让白毛蒙上眼睛猜味道。还好他吃过的冰淇淋比他走过的路还要多，这根本难不倒他。白毛很快完成了挑战，他也减少了1副手铐。大伟的是5个鸡翅膀，上面还有5种不同的辣椒，每吃完一个就要把杯子翻过来。大伟呲啦呲啦的表情很狰狞，鸡翅膀一个比一个辣得很，他的嘴巴差一点就喷火了，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挑战。门卫还奖励给他1双靴子，大伟很不解，这是奖励还是惩罚？接着开始第3个挑战，门卫拿来1桶冰块，让他扔进外面的小洞里，只要进去5个就算完成挑战。但是冰块这么大，洞口这么小，根本扔不进去。这时门卫决定再给他1次机会，让他融化1颗冰块，杯子装满1半的水就可以。这个好像很容易，白毛很快就搓化了1颗，水位也达标了，他又减少了1副手铐。另一边的大伟竟然热得想睡觉，门卫用冷水洒醒了他。大伟很想喝了这杯冰水，但是门卫告诉他还有1杯更好的，马上拿过来。没想到却是1杯热茶，门卫让他猜出茶的温度是多少，上下不超过3度的温差就算完成挑战。大伟先是喝了1口，但是牢房温度太高了，他还是猜不出来。接着用手指试了下，这杯茶的温度肯定不是100度，而且还可以喝下去，所以大伟猜测可能是53度左右。门卫拿来温度计量了一下，49.5度。大伟猜错了，门卫把牢房的温度调到了30度。接着他拿来1个冰冻的冬瓜，还有1个滑冰鞋，门卫让他1分钟的时间拿到里面的小球。白毛拿着滑冰鞋使劲砸冬瓜，冻得很结实，邦邦硬，只用了30秒就打开了冬瓜，拿到了小球。白毛又减少了1副手铐，而大伟那边是烤熟的土豆，门卫让他拿1个放在手里30秒。大伟选了1个土豆，2只手来回交换着，试图减少受热面积。只是这烫手的山芋不是一般的烫手，但大伟还是坚持完成了挑战。2个人还剩下2个手铐，门卫打算关他们2个小时，就放他们出去。只是这漫长的2个小时让他们有多难受。还好等到了春天，2个人被放了出来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冰牢房还是火牢房呢？4个人被困在纸板做的牢房里，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安全的离开。唯一的逃生口就是身后的纸板门和通风管道，而白毛和大伟的脚锁上了铰链，小特和老王的没有，他们必须打开铰链才能逃走。大伟发现洗手盆的下面可以打开，里面是一瓶冷却液，用这个冷却链条或许可以去掉铰链。白毛赶紧试了下，使劲一拽，果然打开了。2个人很快解放了双脚，这么好的东西能不能打开牢门呢？白毛迫不及待地上下喷了2层，大伟使劲一踹，还真的打开了。小特向他们借用冷却液，白毛却说想要逃出去还得靠自己，最好是动猪脑子。大伟和白毛2人爬到了另一个房间，里面关押着很多犯人，而且还没有出口。这时一位大叔告诉他们，他知道出口在哪，条件是带他一起出去。白毛想了一下，觉得没问题。大叔告诉他，这堵墙的后面是一个通道，尽头有一间控制室，他让白毛打开31号牢房就可以了。2个人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们扒开大叔手指的墙壁，还真的有通道。2个人赶紧钻了进去。另一边的小特和老王也在想办法。老王发现马桶的拉绳可以拉出来很长，用它缠住风扇就可以从通风口出去。只试了1次就成功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2个人赶紧从通风口往外爬，爬到另一个房间，发现出口被上了锁。小特开始找钥匙，旁边有一具骷髅头。老王一点也不害怕，还从他旁边找到了钥匙的模具。难道他是没有及时制作钥匙被困死的吗？小特打开尘封已久的箱子，在里面翻找可以使用的材料，很快找到一把刀子还有纸板。他把纸板切小一点，放进模具里，沿着里面的纹路切出了钥匙的形状，接着赶紧去开锁，果然打开了。2个人赶紧钻进去，
另一边的白毛和大伟也来到了新的房间，继续找出口。他们发现地上有2个奇怪的东西，看着也不像耳机和电话。白毛戴在手上试了下，大小正好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机械手臂？大伟打开旁边的开关，神秘的液体瞬间流到了手臂上。白毛只感觉小手充满了力量。等另一只手被激活后，他使劲砸在墙壁上，一下就被砸穿了。大伟赶紧追了上去。他们来到了洗衣房，唯一的出口很结实。这时大伟想到电影里的情节，他把扫把掰开2半，用湿衣服缠在牢门上，再用棍子卷住往一个方向打转。牢门眼看着变形了，再转几下，牢门不堪重负的掉了下来。他们继续前行。小特和老王这边爬到了食堂，老王赶紧吃了一口面包充饥。小特找到了出口，但是打不开。他发现旁边有2根断掉的电线，老王过来提醒他，必须找到导电的物体。正好身后有一桶土豆，小特又找到2颗螺丝，把螺丝钻进土豆里，接上2根电线，大门神奇的打开了，里面是机关，只有这一个出口，害怕也要穿过去。老王计算好机关的频率，迅速穿了过去，小特也紧随其后。另一边的白毛和大伟竟然在修理坦克，还好看过相关的书籍，他们很快就修好了，然后一炮轰开了大门，里面的机关让他们望而却步，但是想要逃出去，他们必须穿过去。白毛开始计算斧头落下的时间，然后嗖的一下穿了过去，前面还有一个，还好2个人很麻利，成功穿了过去，来到了另一个房间。这里是健身房，将近有1吨的杠铃怎么都举不起来，这也太重了。这时老王和小特也来到了这里，白毛也找到了出口，但是打不开。大伟提议可以用杠铃砸开它，谁能拿得动？老王很轻松就举了起来，这也太轻了，大门还是打不开。小特发现墙上有一团电线，白毛拿着铁球就砸掉了它，大门也莫名的打开了。这个房间有一个舞台，4个人兴奋的表演起了节目。玩得正嗨时，一名波波乐冲了进来，躲在门后的老王一击打晕了他，然后赶紧堵住门口，意外找到了新出口。钻出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，他们终于可以站起来行走了。上面还有一个暗格，然后打开玻璃窗，一个接一个的跳了下来。看到一辆直升飞机，4个人赶紧坐了上去。白毛启动飞机，他们终于可以逃离这里了。不得不说，他们也太有才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用什么方法逃离这里呢？倒霉的小丑在偷吃糖果时被波波乐抓了起来。小丑不理解，偷吃自己的糖果也犯法吗？那你身上藏这么多的作案工具怎么解释？一个正常人不会这么无聊吧？然后把小丑关进了牢房里，狭小的空间黑暗潮湿，还有一个强壮的室友，他不会打我吧？小丑害怕的爬到床上，室友却说这是他的床，小丑只好换一个上铺，这个也是我的，那我睡下铺可以了吧？男子汉能屈能伸，一点也不丢人。这时室友跑过来向他求助，他的运动时间到了，让小丑拿上枕头当靶子。害怕挨打的小丑只能服从，但是那拳头也太重了吧？小丑赶紧求饶，室友打算和他掰手腕。你看这床铺乱糟糟的，我先整理一下啊。既然你这么爱整理，以后牢房的卫生就交给你了。小丑不服，要么就陪我做运动。小丑认怂了，开始整理床铺。在室友的枕头下发现很多糖果，他正打算吃一颗，却被室友抢了去。在这里糖果就等于钱，小丑很生气，连颗糖都不给吃。他冲向门口呼叫波波乐，大喊着要打电话。波波乐让他只能打一个，打给谁好呢？小丑思来想去，决定打给白毛。等电话接通后，小丑就开始求救，他是无辜的，被人关进了牢房，希望白毛能救他出去，再不济带来一些糖果来看他也可以。白毛那边还没有回应，就被波波乐挂断了电话。虽然小丑平常神经兮兮的，但在一起那么久还是有感情的。3个人决定去看他。小丑见到他们很激动，哭着求他们救他出去。小特拿出一双鞋子交给他，我又不冷，拿鞋干嘛？白毛告诉他鞋子里面暗藏玄机，接着又给他一个面包。小丑很疑惑，不要看表面，内在更美好。小丑瞬间懂了。很快探视时间到了，小丑大喊着他是冤枉的，救救他！白毛觉得小丑很可怜，决定救他。失落的小丑再次回到了牢房，他用鞋子里的糖果换到了上铺，又拿一大把交给波波乐，换回来一些玩具，终于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了。白毛在电脑上找到了牢房的地图，直接带进去有点不妥，于是画在了老王的背上。3个人偷偷溜进了牢房，刚走到门口就被波波乐发现了。3个人也被关进了牢房。小丑看到他们很开心，你们不是来陪我的吧？小特却很生气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这下谁会来救我们？小丑却说这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还有好朋友，放心住吧。白毛忽然觉得上当了，还好我们有牢房的地图，商量一下怎么逃出去。这时老王洗完澡回来了，地图呢？什么地图？老王这个猪队友把地图洗掉了。小特想到一个好主意，等小丑他们睡着了，让老王装病，然后再趁机偷走波波乐的钥匙，就可以逃走了。听起来可行。于是等小丑和室友睡着以后，
老王躺在地上装病，白毛赶紧去喊波波乐，没想到却惊醒了小丑。他着急地跑到老王的身边，挠来挠去的检查。老王只好停止了装病，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。很快又有了机会，三个人在洗衣服时，白毛看到身后有一个垃圾桶，于是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。白毛推着垃圾桶去倒垃圾，迎面遇到正在被驯化的小丑，他不分3七21，直接冲向了大桶。他们被暴露了，再次回到了牢房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，在吃午饭的时候偷偷藏起了勺子，等小丑他们睡着后，找了一处偏软的地面就开始挖，一直挖到了天亮。地面出现一个大坑，老王提醒他们天亮了，三个人赶紧搬来桌子，把床单铺在下面掩盖痕迹，然后若无其事的去睡觉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小特被一阵噪音吵醒，回头一看，才发现小丑正在补他们挖的洞口。谁这么没有公德心，万一让老鼠进来就不好了。小特很绝望，我们永远也出不去了。这时波波乐通知白毛三人可以出狱了，原来是他们的粉丝帮了大忙。那小丑怎么办？你觉得会有粉丝帮助他吗？小伙被关进了水下牢房，想要逃出去只有完成门卫的挑战，挑战失败就会一直待在里面。牢房的外面有4把铁锁，每完成一个挑战就能拿到1把钥匙。熊二打算爬出去，但是这么高的铁笼完全是在消耗体力。大美提出第一个挑战，只要亲一下咸鱼就算完成。这只咸鱼又腥又咸，熊二很抗拒，为了早点出去他还是妥协了。一个字，恶心。熊二拿到了1把钥匙，打开了1把锁。熊二看到牢房里竟然有一个马桶，虽然不理解，但他坚决不会用。接着开始第2个挑战，熊大把一些小球扔进了牢房里，他要一次性全部捡起来，中间不能换气。还好熊二的水性很好，他很快捡完了小球，足足有10几个，赢到了第2把钥匙，还剩下2把锁。门卫不慌不忙在水里吃起了零食，熊二表示他也想吃，熊大扔进去1块，但是进了水的甜甜圈一点味道也没有。熊二赶紧刷了个牙，接着开始第3个挑战，让他憋气1分钟就能赢到钥匙。熊二二话不说就沉入了水底，对于从小就会游泳的他来说，简直小菜一碟。很快过去了半分钟，熊二依然很淡定。这时时间已到，熊二赢到了第3把钥匙，只剩下1把锁了。信心满满的熊二准备开始挑战，2个门卫却突然离开了。熊二很疑惑，还有1把锁呢，他要怎么逃出去？殊不知门卫已经偷偷把钥匙放进了马桶的水槽里。熊二天真的以为他们还会再回来，一直等到了天黑，他实在太冷了，开始想办法砸开铁笼。他抱起马桶，水槽盖子掉了下来，捡起盖子终于看到了钥匙，他不敢相信钥匙就在他身边，害他等了这么久。熊二打开钥匙，终于获得了自由。本视频是在安全环境下拍摄，屏幕前的小伙伴可千万不要模仿哦。8个超级英雄被关在牢房里，谁的超能力可以快速逃出去呢？猫女想利用柔软的身体钻出去，却被卡住了。门卫警告她再想着逃跑，就打断你的狗腿。猫女可不是吓大的，她拿起床上的线团扔出去，正好挂到了钥匙。拿到钥匙的猫女赶紧打开牢门，刚一跑出去，迎面撞上一只大狼狗。猫猫很怕狗，只好躲回了牢房里。我很好奇，猫真的怕狗吗？另一边的模型女一点也不着急，她看了一眼狱长的照片，瞬间变成了他的模样，然后大摇大摆地向门卫要钥匙。门卫很听话，直接给了他。等人家离开，门卫才发现模型女不见了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追了上去。真正的狱长看到走过来的自己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追过来的门卫看到一模一样的狱长，一点也分辨不出来。我管你们是真的还是假的，索性把2个都关进了牢房。模型女也不再伪装了，虽然没有逃出去，但是有个人陪着也不错。闪电侠要怎么逃出去呢？他做了一盘蛋糕，故意邀请门卫一起来吃。当门卫拿起蛋糕的一瞬间，闪电侠快速穿梭在牢房里，拿起他的钥匙，用橡皮泥按出模型，制作了1把一样的钥匙。做完这一切也仅用了 0.1 秒，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门卫只咬了一口蛋糕就被赶了出去。等到了天黑，拿出复制的钥匙，打开牢门就大摇大摆溜走了。不得不说闪电侠也太聪明了，而蜘蛛侠却在用勺子凿墙，被门卫发现后果断抢走了勺子。这蜘蛛也太笨了。这时蜘蛛侠发现桌子上的钥匙，准备用蜘蛛丝拉过来，需要它时竟然一根都吐不出来，不需要时倒把自己缠住了。门卫看着这只傻蜘蛛，很怀疑他是怎么拯救世界的。雷神有点着急了，他看了一眼绿巨人，想到了好主意，故意把虫子放在他的脚下。害怕虫子的绿巨人火冒三丈，抱起马桶砸开牢门就跑了出去。响动声惊醒了门卫，雷神不慌不忙把锤子递给了他，他也趁机逃跑了。轮到毒藤女了，他准备用枝条拿到钥匙，好巧不巧门卫突然睡醒了，看到毒藤的枝条，准备帮他修剪修剪。毒藤吓坏了，赶紧求饶，看你还敢不敢逃跑。毒藤可不吃这一套，他用枝条缠住门卫的脖子，等他晕倒以后拿走钥匙，打开牢门，他也逃了出去。奇异博士偷偷拿走披风，准备飞出去，他试了几次一点反应也没有，
脱下来一看，才发现上面破了个洞，怪不得不起作用。他用念力换来门卫，开启传送门，把他送到了北极。看这下谁还敢关超级英雄？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多超级英雄的超能力，你觉得谁的更实用呢？两个同学被困在100扇门做的牢房里，每扇门的后面可能是惊喜或者惊吓，只有一扇可以逃出去，谁先找到出口就能赢到1000美刀。大美首先打开红色的小门，没想到却是死胡同。小明选择了黄色的小门，打开一看，满满的惊喜，无数个彩虹豆从天而降，数量太多，竟然把他压倒了。小明沉浸在彩虹的世界里无法自拔。大美接着开门，里面有一只小丑，他想要钻进来咬人，幸好洞口很小，挡住了他。没想到小丑竟然打开了一扇大门，拿起锤子就开始打人。两个人一着急从对面的大门逃跑了，小丑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场面十分的混乱。懵逼的小丑一脸懵逼，这到底是谁的牢房？反应过来的小丑只好再次把他们吸引到牢房里，然后迅速跑了出去。大门被封死了，他们只能继续挑战其他的门。大美打开了绿色的小门，里面的纸巾飘出来，瞬间把他淹没。小明赶紧把门关上，大美差一点变成了木乃伊。小明选择了一扇大门，里面是一只愤怒的母牛，冲出来就把他撞成了纸片人。大美很聪明，在门口处展开一张红布，母牛激动地跑了出去。就这点智商还想和人斗，只是这小明怎么办？大美把他从墙上抠下来，抓着脖梗子一抖擞，小明竟然恢复了原样，难兄难弟又成为了战友。这次大美想要打开高处的门，无奈个子太矮，小明都替他着急，只好帮他一把。这扇门里飘出来很多的泡泡，两个人玩得不亦乐乎。小明一个没站稳，两个人都摔倒了。接着小明打开了一扇蓝色的门，里面是过期的奶油，小明变成了大花脸。这时他忽然听到敲门的声音，于是再次打开蓝色的门，又被糊了一脸，这也太坑人了。刚要走时，一只手喊住了他，提示他再开一次。小明没有抵抗住诱惑，再次打开了大门，里面还是一盘奶油。小明让他停下来，既然躲不过，他选择自己动手。大美吓坏了，开始谨慎选门，他可不想变成大花猫。看他这么啰嗦，小明又忍不住打开一扇，一袋羽毛倒在了头上，小明变成了老母鸡。每一扇门的后面好像都很危险。大美让他继续开门，小明打开绿色的小门，里面出现一个方块人，他准备爬进来砍人。两个人一害怕，竟然打开了安全的大门，赶紧跑了出来。他们终于逃了出去，但是奖金只有1份，你觉得应该给谁呢？